我是一个替身，我的老公有一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。白月光回国那天，我却听见他的心声。他好可爱，好想贴贴。美女加了个什么玩意呀？我不理解。我穿书了，穿成了霸道总裁文里白月光的替身。原书中，霸道总裁徐景琛有一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徐婉乔，两人从小一块长大，青梅竹马，男才女貌，门当户对。双方的父母对这门婚事特别满意。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们会水到渠成的在一起的时候，徐婉乔为了梦想选择出国留学，徐景琛则因为要接管家庭的生意而留在家里。一对还没戳破窗户纸的小年轻就这样分开了。徐婉乔出国后，徐景琛发了一阵疯，总的说来就是变得无比邪魅狂狷。直到他遇到与徐婉乔有一点点相似的女主江念念，并与之闪婚。婚后，江念念一心一意爱着徐景琛，可徐景琛却对她冷漠至极。恶毒女配徐婉乔回国后，无法接受徐景琛结婚的事实，各种找事针对江念念。徐景琛更是为了白月光对江念念虐心虐身。江念念心灰意冷，提出离婚后，徐景琛惊觉自己深爱的人是江念念，于是开始了追妻火葬场。我穿来的这一天，徐婉乔刚刚回国。晚上，徐景琛说要带我去参加一个晚宴，还特意嘱咐我打扮得漂亮一点，今晚有一名重要嘉宾到场。切，我的上帝视角是白开的吗？不用说我也知道，徐景琛口中的重要嘉宾是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徐婉乔。当我挽着徐景琛的胳膊到达晚宴会场时，徐婉乔一身高贵典雅的晚礼服，如众星捧月一般站在人群中，落落大方，与往来的宾客推杯换盏。见我们进来，徐婉乔捏着一杯红酒，徐徐朝我们走来。镶满碎钻的裙子摇曳生姿，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徐景琛的嘴唇抿得紧紧的，一双眼睛冷漠地盯着徐婉乔。尽管他刻意装得毫不在意，可我分明感受到他的胳膊僵了僵。这大概就是白月光的魅力。徐婉乔走到我们面前，轻轻地抿了一口红酒，脸上漾出一个迷人的笑容。听说你结婚了，祝福你。随后将目光转向我，伸出他的纤纤玉手。你好，我叫徐婉乔。我回应他一个得体的笑容。徐婉乔不愧是恶毒女配啊，不是，是富家千金，皮肤好到爆炸，纤纤玉手白嫩到发光。想不通，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孩子，为什么会对徐景琛穷追不舍？就因为他眼里的3分讥笑、3分不屑和4分的漫不经心吗？不对，现在不是我吐槽剧情的时候。我收了收思绪，礼貌地回握住徐婉乔的手。你好，我是江念念。碰到他的手指的那一刹那，我听见一个奇怪的声音。他的老婆好可爱，好想贴贴。美女加了个什么玩意呀？我不理解。要我去伤害美女，我做不到啊！呜，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诧异地抬头，却看见徐婉乔嘴唇轻启，又抿了一口红酒。奇怪，刚刚不是他在说话吗？明明是他的声音啊！难道是我穿书出现了幻觉？徐景琛清了清嗓子，不动声色地将胳膊从我手里抽离出来，有些不悦地开口：“你不会喝酒，少喝一些。”徐景琛，我的眼睛不瞎好吗？你那隐忍的心疼都快要蹭到我的脸上了。我知道徐婉乔是你的白月光，可你的眼珠子也没必要一直粘在她的身上吧？要不杀了我，给你俩助助兴得了。为了我的小命，回去我就得跟你离婚，滚你丫的！坚决不在你俩之间碍眼。徐婉乔皱了皱眉毛，有些不屑地嘟囔着：“谁说我不会喝酒？”可我再次听见了他的声音：“谁说我不会喝酒？美女的事情你少管。”我震惊到瞳孔地震。徐婉乔明明没有开口，我却能听见她的声音，这种感觉挺奇怪的。我赶紧环顾四周，看看还有谁发现了这个 bug， 好像大家都没有发现异样。难道那个声音只有我才听得见？我正纳闷，徐婉乔的声音再次在我的耳边响起。她东张西望的样子好可爱，透着一种清澈的愚蠢。她好像一只小兔子，想捏捏，怎么办？为什么她会看上徐景琛啊？美女真是瞎了眼。徐景琛皱了皱眉，伸手环过我的腰，眉毛一挑：“怎么？你这杯酒是为了祝福我们吗？”是的话，这点酒可不够。徐景琛挑衅地盯着徐婉乔，眼神似笑非笑。徐婉乔一听，咬了咬嘴唇，转身拿来一瓶红酒，对着酒瓶吹了起来。这样够了吗？我现在可以十分确定，我能听见徐婉乔的心声，因为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。妈的，为了江念念的幸福，我拼了！这酒可真难喝，江念念，你别恨我呀，我可都是为了你。好想吐怎么办？为什么我要脑抽做这种事情？呜呜，江念念，我为了你牺牲这么大，你怎么感谢我？我要美女贴贴，太可爱了。徐婉乔不是恶毒女配吗？她的心声有一点点可爱呀。不知道徐婉乔在书里的结局怎么样？怪只怪我只看到追妻火葬场就穿书了。不对呀，我对前半段剧情很了解，书里没有读心术这个剧情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因为我的出现触发了女主的被动技能？我按下好奇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够了，
徐景琛心疼地吼了一声，一把夺过徐婉乔手里的酒瓶，伸手拉住有些微醺的徐婉乔。我不许你这样伤害自己。徐婉乔红了红眼眶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一把甩开徐景琛的手。你都结婚了，我不要你管。说完，徐婉乔拎起裙摆跑了出去。徐景琛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便鬼使神差地跟了出去，留我一个人在那里。周围的宾客齐刷刷地看着我，窃窃私语：太社死了，这个地方我是1秒钟都待不下去了。我也提起裙摆，火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回到家，我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。穿来的那一刻，我就打定主意远离他们，过我自己的生活。我不是原主，对徐景琛爱得死去活来，我只想做个独美的女主，不想被人虐身虐心。我刚收拾好行李，徐景琛回来了，身后竟然还跟着徐婉乔。徐景琛看了一眼我脚边的行李箱，眼里闪过一丝震惊。徐婉乔了然一笑，紧紧贴着徐景琛，哑着嗓子开口：江念念，我是专程来给你道歉的。景琛刚刚只是担心我，才会把你丢下。徐婉乔的表情茶里茶气，她的心声却可爱至极。呸呸呸，太茶了，我真受不了这种调调。江念念，我为了你的幸福牺牲可大了，你快生气啊！绿茶都上门打你的脸了，你还不生气吗？江念念，快点发飙，然后离开这个渣男！女主独美，我没忍住，扑哧一下笑出声来。徐景琛皱眉看着我，满脸写着纳闷，随后他有些不悦地看着我。江念念，婉乔都主动跟你道歉了，你在闹什么？乔乔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大哥，那才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，而我是小三啊！你应该站在你老婆那边，懂不懂鉴察？江念念，快生气，甩他一个大逼兜！算了，江念念，你这个笨蛋，还得靠我出马，看我的！徐婉乔阴阳怪气地扯着徐景琛的胳膊撒娇。景琛，他在嘲笑我。我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种委屈。徐景琛脸上不悦更盛了。江念念，你别太过分，是我把你丢在宴会上不管的，你不要迁怒婉乔。呸，渣男，把妻子丢下跟别的女人跑了，你还有脸说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，将手里的离婚协议书递给徐景琛。徐景琛，我们离婚吧。徐景琛震惊地看着我，似乎理解不了一向柔顺乖巧的我居然敢提离婚。你确定？非常确定，签字吧。徐婉乔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离婚协议书，自顾自地翻看起来，心里却在大喊：江念念这个笨蛋，这可是霸道总裁啊，离婚怎么能什么都不要呢？拿着大把钱财离婚独美，不香吗？看来还得我帮帮你。徐婉乔看完，将离婚协议书甩到我身上。你这协议什么意思？什么都不要，就是为了让景琛对你心存愧疚，忘不掉你，对吧？我也委屈巴巴嘤嘤。我没有，我只是不想在你们之间碍事。哇，他好可爱，原来他也会绿茶的嘤嘤绝技。徐婉乔嘴角扯过一丝笑，见我在看他，立马恢复正常，扯着徐景琛的胳膊晃。景琛，给他1个亿，让他走，以后不许再出现在你的面前一个亿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偷偷瞥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徐景琛。徐婉乔，你可真敢开口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姐。徐景琛迟疑了一下，打量地看着徐婉乔。徐婉乔面不改色，搂着徐景琛的胳膊继续撒娇。景琛，你为了我连这点钱都不肯花吗？还是说你想和他藕断丝连？我们错过了那么多年，我可不想再被别人打扰。婉乔，别担心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徐景琛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发，竟然答应了。徐婉乔表面上温婉可人，内心却在输出国粹。快放开你的手！呜呜，我脏了！徐景琛，你竟然敢占我的便宜，快滚啊！不过这些徐景琛可听不见，他拿起笔，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随后，徐景琛拿出手机，咔咔咔一顿操作，转给我1个亿。我看着银行卡上的余额，数了一遍又一遍。对不起，我真没见过这么多零。徐婉乔脸上露出得逞的笑，还不忘提徐景琛醒一句，记得写上自愿赠与。徐婉乔的心里更是乐开了花。江念念，快夸我是个小机灵！我在心里给徐婉乔竖了个大拇指。姐妹，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白月光。钱到手了，我还等什么？拖起行李，抬脚就想跑。徐景琛坐不住了，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咬牙切齿地问道：江念念，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钱，那不然呢？1个亿啊！但凡犹豫1秒，就是我对钱的不尊重。你不会是想反悔吧？我紧紧捏住手机，生怕徐景琛把钱抢回去。徐景琛的指尖力道加深了一些，看样子有点受伤。徐婉乔娇笑着拉回徐景琛的手，娇嗔道：景琛，这个女人为了钱就可以离开你，这么贪慕虚荣的女人，你拉着她做什么？说完，徐婉乔脸色一变，怒视着我，大喝一声：还不快滚！得嘞，我立马麻溜的滚蛋。刚出门我就后悔了，我刚刚为什么不顺手要辆车？这种地方连个车都打不到。我拖着行李没走多远，一辆红色超跑停在我的身边。徐婉乔挑了挑眉，红唇轻启：上车，我送你。我拉开车门，跳上去，
歪过头去，就看见徐婉乔完美的侧脸。近距离看美女，我差点看呆了。徐婉乔大概发现了我在盯着她看，脸色微微一红。嗨嗨，你去哪呀？我听见一只可爱的土拨鼠在尖叫。啊！近距离看美女，她还是那么可爱。她在看我，好害羞。徐婉乔送我到一家酒店门口。道别过后，我在酒店里暂住了一段时间。老是住在酒店里也不是个事，手握巨额财产就是爽，买套喜欢的房子是分分钟的事。搬好家后，我火速找了一份工作。上班没几天，就和甲方爸爸来了个小摩擦。我虽然是个新人，但是业务能力还不错，经理派了一个挺重要的项目，让我和同事们好好学学。今天是我和同事约了甲方在公司见面。上午10点，一个妖媚的女人走进了我提前准备好的小型会议室。我没看错吧？这不是贵妇人江念念吗？怎么在这里打工？我皱了皱眉，努力回想，终于想起来，眼前的人是陈丹，原书里徐婉乔的狗腿子。徐婉乔针对我的那些损招，有一半是他的手笔。我和陈丹其实也没什么交集，就见过几次面而已。我冲他礼貌的一笑：“陈女士，你好，我是项目的负责人之一。”陈丹捂着鼻子，阴阳怪气的尖叫：“听说你被徐总甩了？一个弃妇做的项目能用吗？你会吗？”他的声音太大，有几个同事听见声音，好奇地打量着我们。我是离婚了，没错。关于业务能力，您可以考察一下。谁是领导啊？我不跟这种欺负一块合作，你们得给我换人。我就纳了闷了，徐婉乔都没找我的茬了，陈丹为什么要揪住我不放？刘经理讪讪地出来打圆场。从我进公司，刘经理对我就很是照顾，也是他特批我参与这个项目的。陈女士，江念念的能力突出，您一定会对她满意的。不换人是吧？合作免谈。陈丹说完，扭头就走，一点解释的余地都没给我们。无奈之下，刘经理只好把我换掉。我辛辛苦苦熬了几个通宵的成果全白费了。这还不够，陈丹不爽我在他面前碍眼，将我赶出了会议室。我回到自己的工位上，几个好奇的同事躲在我后面窃窃私语：“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当场被换掉，太丢脸了吧？听说是私人恩怨，不知道是什么哦。”我刚刚听见欺负2个字，会不会是勾引男人，然后被老公发现啊？我捏了捏拳头，想要给那些大嘴巴一人一拳。这时，陈丹从会议室走出来了。他看见我，嘴唇一勾，踏着高跟鞋哒哒哒地朝我走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脸上满是得意的神色。没想到，曾经风光无限的许太太，如今会在这种地方打工。哦，我忘了，你被抛弃了，真可怜。做豪门弃妇的感觉一定非常痛苦吧？要是在这里干不下去了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我家还缺个阿姨。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嫁入豪门吧，努力了这么多年都白搭，要不要我教教你呀？陈丹一直围着徐婉乔打转转，为的就是和许家这种豪门攀上关系。我和徐景琛结婚，在陈丹的眼里是得益于我和徐婉乔有一点相似。陈丹嫉妒的不行，他恨不得能做徐婉乔的替身呢。陈丹见我讽刺他，气得眉毛倒立，鲜红的指甲差点戳到我的脸上。江念念，你等着，我一定要让你在这公司里混不下去。我翻了翻白眼，无所谓地道。切，公司又不是你家开的。陈丹还想发飙，刘经理连忙朝我使了个眼色，然后点头哈腰地送陈丹出去。回来后，刘经理当着大家的面意有所指：你们都给我听着，不要让私事影响到公司的形象，听见了吗？知道了。同事们齐声应答，有几个本来就对我有些不满的人互相交流了一个眼神。我没搭理他们，而是低头做我自己的工作。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能平息，但是我忽略了人类的八卦本质。仅仅过了半天，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就已经出了10几个版本，并且在公司上下流通。这些分别是我在茶水间、楼道以及卫生间里听见的。版本1，我因为勾引男人被老公捉奸在床，然后被豪门抛弃，成了一个万人唾骂的荡妇。版本2，我因为生不出孩子，惹怒了婆家，被婆家扫地出门。版本3，我是通过不耻的手段爬上霸总的床，现在霸总对我腻了，将我一脚踢开。总之，每一个版本里，我的形象都非常不好。因为这些谣言，大家对我充满了各种恶意的揣测。谣言四起就算了，同事们还自发孤立我。我坐过的椅子，没人愿意坐；我拿过的东西，他们都不愿意再碰。我在工作上有不懂的地方，也没人愿意教我。刘经理本来对我极为赏识，现在也对我有些偏见。第2天上班，因为我起身时不小心碰到了隔壁林楚的椅子，林楚大发雷霆：“你没长眼睛吗？这里是公司，没人惯着你。你以为你还是豪门太太吗？叫什么叫？你是只生了声带没生大脑吗？你说什么？”林楚气急了，又憋不出话来对我，脸都憋红了。就在这时，陈丹扭着胯走了进来，老远就听见他尖锐的声音：“这是什么人啊？在办公室里和同事吵架，要不要这么过分哦？”林楚就像得到了支持者似的，浑身一震，更肆无忌惮地和我吵。
就是有没有素质啊？和这种人做同事，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。可别这么说，他可是有点子功夫在身上的，小心转头嫁给什么有钱人，再回头找你算账。妈呀，我好害怕哦！林楚夸张地捂着胸口，办公室里爆发出不怀好意的笑声。我不屑地笑了，根本不在乎他们阴阳的语气，知道怕就滚远点，别惹了你惹不起的人。陈丹一行人夸张地吃了一声。江念念，你在这里干嘛？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，所有人回头看过去，徐景琛正目光沉沉地盯着我。陈丹谄媚地迎上去，不满地抱怨：徐总，您来了。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，那么多公司非得来这里。徐景琛大跨步走到我面前，眉头紧锁，不耐烦地问我：你到这里来是不是有什么企图？妈的，我真的忽略了，女主无论去到哪里都会碰上男主的体质。我要是知道在这里会碰上你们，鬼才会来这里。徐总，江念念这么阴魂不散，一定是故意的。她可能是憋着什么坏呢？陈丹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憋什么坏了？我是打了你妈还是虐了你爸？你太粗鲁了。徐总，江念念就算已经跟你离婚了，也是代表着许家的形象，怎么能这么粗鄙不堪？你是被裹了脑子吗？骂2句脏话就粗鄙了，你那扭上天的屁股岂不是低俗无下限？江念念，你别太得意，我看你就是故意跑来公司找茬。陈丹气得满脸通红，那么厚的粉底都遮不住。我这在这里关你屁事？公司是你家开的呀。陈丹一愣，得意地挺直腰板，这公司是徐总家的，我看你一定是对徐总念念不忘，所以特意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接近徐总。这我可真没料到。徐景琛眉毛一挑，眼神沉沉地看着我。真的吗？你们的脑回路可真是醉了。得，我惹不起你们，我走行了吧？我就想安安分分打个工，不让自己太过于摆烂，这点子要求都不行。算了，我还是回家乖乖做富婆吧。我起身收拾东西，正打算走人，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，徐婉乔走来，像一束光，所有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了。念念是我请来的，谁也不能赶走她。陈丹急了，哈巴狗似迎上去。婉乔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江念念，你别忘了，要不是她在背后搞小动作嫁进许家，你和许总早就结婚了。徐景琛温柔地拉着徐婉乔的手。婉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处理这件事。徐婉乔将自己的手抽离出来，冷冷地说：不必了，我自己会处理。徐总，这公司我们徐家也出资了，我希望你不要随意插手公司里的事情。婉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徐景琛震惊地看着徐婉乔，读不透她眼底的深意。陈丹扯着徐婉乔的胳膊，捏着嗓子怪叫着：婉乔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被江念念夺舍了？徐景琛闻言，猛地伸手掐住我的胳膊，阴质地问：江念念，你对婉乔做了什么？她为什么这么维护你？我用力挣脱手，想大声骂她一句傻逼，但是我忍住了。徐婉乔将我护在她的身后，义正辞严地告诉徐景琛：你别这么粗鲁，以后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婉乔，我是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吗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。徐婉乔这话惹得全场震惊，当然最震惊的还是徐景琛和陈丹。徐景琛受伤地指了指我，又指了指徐婉乔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婉乔，你难道是为了他要跟我划清界限？你忘了我们曾经多么要好吗？徐婉乔态度冷漠，根本不为所动。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，现在我们都是成年人，眼光要向前看。婉乔，你是在考验我吗？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不会再和江念念有来往。你最好别再来招惹念念，当然我也不是在考验你。徐景琛还想辩解些什么，徐婉乔已经语气冰冷地下了逐客令。徐景琛，我希望你别再插手公司的事情，也不要再插手我的事情。婉乔，你之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以后只谈生意上的事，别的免谈。徐景琛拉着徐婉乔的手，表情跟吃了屎一样难看。徐婉乔冷冷地盯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：徐景琛，我从未爱过你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所有人都震惊徐婉乔的冷漠，只有我清清楚楚听见她的心声。徐景琛，你个死渣男，先是跟我在一起，对江念念虐心虐身，等到你追妻火葬场的时候，又回过头来把我整得家破人亡。还好我重生了，这回我不只是要离你远远的，我还要把江念念救下来。骄傲如徐景琛，从来没被人这样冷言冷语过。他阴质地在我和徐婉乔身上扫了一圈，转身大踏步地离开了。陈丹见状，忙屁颠颠地跟上去。徐婉乔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动作，而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，温暖又坚定地告诉大家，江念念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。我希望公司的员工能够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而不是放在无聊的八卦上。另外，我非常不希望再听见一些无聊的谣言。有了徐婉乔的维护，同事们对我友好多了，就连之前看我不顺眼的林楚，现在对我的态度也好多了。因为我的能力出众，徐婉乔破格提升我为总监。好在大家都没什么异议。
徐婉乔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，常常带着我们一起加班。徐婉乔对每一个员工都非常友好，加班的福利也给得非常足。再加上她那种拼命三娘的态度，深深地感染了大家，所以我们乐意跟她一起拼。公司在她的带领下，利润稳步上升。我本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徐景琛，可是我太天真了。今天一大早，我刚到公司，便看见同事们围在一块交头接耳。我扒开人群，凑到前面，打算跟大家一块吃瓜。公司里连夜被人装饰过，到处摆满了气球和鲜花。徐景琛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手捧一大束鲜花，站在人群中间，分外扎眼。林楚在我耳边小声嘟囔：“这是要求婚吗？”我的心咯噔一下，徐景琛搞这么大的阵仗，我得赶紧通知徐婉乔才行。我刚摸出手机，就听见徐婉乔噔噔噔踩着高跟鞋进来的声音：“你们聚在一起干嘛呢？怎么不工作？”人群听见徐婉乔的声音，自动让开一条道。徐婉乔看了看徐景琛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眉头紧锁，满脸不悦：“搞什么？徐景琛怎么这么多戏？”徐景琛缓缓走到徐婉乔面前，拿出准备已久的丝绒礼盒，缓缓打开。硕大的钻石戒指都快把我的眼睛闪瞎了。婉乔，你最近太累了，我不想看着你那么累，嫁给我吧，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徐婉乔啪的一声合上礼盒，眼里带着不容置疑。抱歉，我不想跟你结婚。为什么？婉乔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，你嫁给我，我会让你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，比起你现在累死累活的好太多了。徐婉乔的白眼都快翻上天了。我不需要你来给我任何生活，我想要的生活我自己会创造。徐景琛，你听不懂吗？我们没可能。徐婉乔内心更是气得疯狂输出。别来沾边了好吗？谁要靠你呀？徐景琛背下了面子，脸上挂不住，后槽牙咬得咯咯作响。婉乔，你确定不嫁给我吗？非常确定。好，你可别后悔。徐景琛气坏了，一把将手里的花束砸到地上，碎裂的花瓣四散开来，格外耀眼。徐景琛头也不回，大踏步地离开。徐婉乔好像没事人一样，拍了拍手，将我们的思绪拉回来。行了，别看热闹了，手里的活都干完了吗？赶紧干活。是，徐总，早上的闹剧还是激起了不小的水花。没过多久，徐婉乔的父母来到公司，厉声质问他为什么拒绝徐景琛的求婚。婉乔，你疯了吗？许家的求婚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。爸妈，我不想做徐景琛的附属品，我就是我。你这孩子，安心做个阔太太有什么不好？许家能保证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，我靠自己同样也能衣食无忧。徐婉乔无所谓的继续低头忙着自己的工作。徐妈气坏了，一个劲的骂徐婉乔傻，到手的金龟婿飞了。倒是徐爸十分赞赏地点点头，不愧是我徐家的女儿，有志气。话音未落，徐爸接了一个电话，神情严肃。徐家三口关在徐婉乔的办公室里待了大半天，公司里的领导层统统被叫去开会了。散会后，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，我的心没来由的咚咚直跳，直觉告诉我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棘手的事情。事情果然是我想象的那样，甚至比我想象的更为严峻。徐婉乔招呼我们所有的员工一块到会议室，待人其后，徐婉乔略带歉意地鞠了一个躬，双眼通红。抱歉各位，许氏那边突然撤资，公司一下运转不周，可能需要和一些员工分开了。徐景琛那个狗东西，求婚不成就撤资，太可恶了。公司突然少了一大笔资金，徐家也拿不出钱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徐婉乔只好裁员，开源节流，渡过难关。可是我们谁都不想看见这种惨剧发生。林楚第一个哭哭啼啼地站出来反对：“徐总，我不想走，你太好了，我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么好的老板。”我也是，我不想走。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，纷纷表示不想离开。徐婉乔被感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，这也是徐婉乔应得的。平时她对我们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亲姐妹一样，忘了说我们公司里都是女生。这也是徐婉乔一开始创办这家公司的用意，女性在职场上的日子太过艰难。徐婉乔创造了这么一个大家庭，她把大家教导得很好，每个人都在公司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最开始这个想法遭到了徐景琛的反对，是徐婉乔力排众议，坚决维护了姐妹们的利益，才有了公司现在的规模。现在要让我们被迫分开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走，我当然也不愿意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冲着徐婉乔眨了眨眼：“婉乔，我可以出资，我们一块把公司办好。别忘了，我有1个亿呢。”徐婉乔愣了愣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倾尽所有的帮她。念念，那可是你全部的财产，钱就该花在刀刃上嘛。我再次听见徐婉乔内心的欢呼：“江念念好飒，我果然没看错人，太棒了，江念念，我们不用离开了。”林楚带着大家一块欢呼。刚刚还是愁云惨淡的会议室，现在变得晴空万里。徐爸徐妈握着我的手，眼睛都快笑成一条缝了。太好了，婉乔身边有你这样的朋友。
是他的福气。叔叔阿姨，有婉乔才是我的福气，是他把我从魔掌中救了出来。徐婉乔更是抱着我，笑得眉眼弯弯，煞是好看。念念，谢谢你肯帮我。婉乔，说什么呢？这钱还是你帮我弄到的。那个渣男，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我，这点钱是你应得的。我和徐婉乔对望了一眼，心照不宣地笑了出来。这时，陈丹突然闯了进来，吓了我们一跳。婉乔，听说徐景琛撤资了，你这公司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伙人。谁呀？江念念。陈丹一听我的名字，眼睛瞪得堪比铜铃，确定了徐婉乔没有瞎说后，才恢复正常。婉乔，你的资金够了吗？我也想帮你。徐婉乔看了看我，得到我肯定的点头后，才得体的开口。陈丹，如果你想加入我们，随时欢迎。真的吗？太棒了！徐景琛太狗了，求婚不成就背后捅刀子，看来江念念把他甩了是对的。这陈丹真是快人快语，我差点被他一句话呛死。江念念，对不起，我之前对你有偏见，是我不对，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好好相处。陈丹对我伸出手，言语真诚，我也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。没关系，陈丹。徐婉乔开心极了，一手搂着陈丹，一手搂着我。以后我们一块带着姐妹们走上人生巅峰。好，徐景琛以为他的撤资会打得我们措手不及，他失算了。我和徐婉乔以及陈丹带着姐妹们一步一个脚印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一点一点地把公司拉上正轨。每个人都把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大家庭，一门心思地做对家庭有益的事情。徐景琛见我们根本没有受他影响，又来使了几次绊子，都被聪慧的徐婉乔化解了。徐景琛后悔了，亲自上门认错，试图挽回徐婉乔。徐婉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。没可能。几次之后，徐景琛终于认清现实，不再上门骚扰徐婉乔。经过大家的努力，公司的营业额翻了3番。徐婉乔奖励大家马尔代夫游，在异国他乡的海滩上，徐婉乔慵懒地靠在椅子上晒太阳，内心却感慨万千，还是靠自己爽啊！还好我重生后及时止损，带着念念一块远离渣男，不然现在我们俩的下场说不定谁比谁惨。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徐婉乔我能听见她的心声这件事，想想又挺尴尬，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心里话被人听见吧。徐婉乔突然转过头来，狡黠的一笑，念念，其实我也能听见你的心声。我俩默契的笑。远处碧蓝的海浪自由翻滚，